反校不反男，无限死循环，终究要完蛋。Hello， 大家好，我是思蜥蜴。书接上回，我们今天继续聊反校，深入探讨为什么在谈反校的同时，也必须谈反男。在开始之前，别忘了点点关注哦。那在上一期视频中呢，我详细讲解了反校的8个阶段，分别是顺从、内耗、爆发，到觉醒、解冻、博弈，再到冷却和主体。那其中顺从、内耗、爆发这3个阶段是几乎所有中国女儿不管有没有女权意识都会经历的。如果始终没有觉醒，那她们可能一辈子就在这3个阶段里面循环往复拉扯，纠结、内耗、痛苦。那也正是因为她们想要解决这种痛苦，所以她们就会寻求这种男权心理学的所谓的原生家庭创伤治愈。可是他们得到的建议就是，你要理解你父母的不容易，你要接纳他们不完美，你要原谅他们对你的伤害，放下这种对痛苦、对报仇的执着。最重要的是，千万不要放弃对爱情和婚姻的期待，尤其是一定要相信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和你爸爸那个渣男不一样的好男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男权心理学它本质上就是让你在这种既有规则里面十里找糖，自我麻痹，用所谓这种看起来很温和、现代、改良的方式，继续去建设和维护这个男权社会。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其实也会谈反校、反复，甚至是反婚。比如现在很流行说断亲，然后还有之前的丁克、多元家庭、开放式关系等等。但是他们永远不敢谈反男，他们会说，你经历的这些痛苦是因为你爸爸不够好，是你妈妈没有擦亮眼。他们虽然是可恶之人，但是也有可怜之处啊，而且还有时代局限性这个东西嘛。所以你如果想修复这种原生家庭的创伤，想要得到幸福，你的解决方案就是努力擦亮眼，找个更好的男人，或者学习技术来打造更好的男人，甚至是你可以单身生育，但是你可以生下和抚养和教育出一个更好的男人。那我们再从男本位分析嘛，一个孝顺的女儿成了妻子和妈妈，或者一个断亲不孝的女儿成了妻子和妈妈，对于新一代的男的来说有什么区别呢？而且甚至不孝断亲的女儿性价比更高，因为她可以心无旁骛、专心致志的去伺候这个小家庭，不用付彩礼，不用管娘家，还会把亲老公视为唯一的爱和救赎，甚至受了欺负也没有娘家撑腰，简直不要太划算。而女权语境下的反校是会毫不留情地揭露父母的虚伪，批判这种父系男权的罪行，反抗所有的压迫，同时也鼓励你精神上祛魅，物理上抱金币，地理上彻底远离，还有行动上打击报复。除此之外，一定会谈性别分离，彻底排男。所以如果有女人能够看到和读懂这些思想，她就会开始走出这种1到3阶段，进入第4阶段觉醒，并且继续走下去，不再重复过去的命运，真正的重启人生。那为什么女权要这样呢？因为女权的本质，它是支持你在性别分离、彻底排男的基础上，重建自然女本位的主体意识，彻底脱离父系男权的社会和家庭，走上一条真正向上的独立自由之路。而这样做的女人多了，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包括政治体制都可能会改变，越来越接近女权，甚至全女社会。所以我们就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同样是谈反校，同样是谈反抗家庭来获取自由，男权心理学和女权会有完全不一样的谈法，也会有完全不一样的结果。而核心区别，关键的分水岭就是有没有谈反男。举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例子吧，林毛毛，他谈反校是非常犀利透彻的，而且他推崇强女，反对哭丧，鼓励打击报复等等，就很实用，而且会让人很有斗志，很有行动力。可以说简中非常多的女权姐妹其实都是第一次从他那里接触到反校的概念，然后再一路觉醒过来。所以我不会否认他对简中女权或者说反校议题的重大影响力和推进的贡献，我自己也曾经从他的话语里面得到了很多力量和启发。但是客观现实是，你不可否认的讲，他确实有现役婚女的身份和造夫造妇的行为。只反校不反男，就会成为新时代的妻母强女，这绝对是真理。林毛毛的经历就很典型，
她一婚是嫁给了中国男人，自己在原生家庭也受了很大的创伤，离婚后又嫁给了德国男人，生了2个女儿，现在应该是快成年或者已经成年了吧。当他还返校返婚的时候，他就会很犀利的去批判嘲讽过去的原生家庭，或者说他之前的中国婚姻，包括整个中国男人啊，中国社会体制等等。包括她自己作为一个有朴素女权意识的女宝妈妈，她经常会表达她对女儿的爱，夸赞德国的女权优势对她女儿成长的帮助等等。而且她说话是很犀利很幽默嘛，又谁都能听得懂，所以说传播非常广，影响力非常大。而我们都知道，简中女儿其实是很匮乏的，生活在这种重男轻女的环境下，没有一个真正的妈妈，就很缺妈。不是说亲妈，而是说这种母系的强大的，然后真正爱女儿的妈妈。所以说林猫猫她在网络上体现出的这种形象，一定程度上是符合这种理想的投射。所以我不止一次的看到很多人就会说啊，我希望林毛毛是我妈妈。但是问题在于，林毛毛她曾经经常或者现在也会偶尔去夸她的德国老公，却几乎不会提性别分离、身心排男，因为她自己根本做不到。这就是很典型的反校反吃亏，但是不反男的这种妻权履历啊，不是自然女。所以她其实就是你妈妈的升级版，但不是真正你想要的那个形象，而且甚至会有负面影响。因为它可能会让很多处在觉醒初期的女性就觉得啊，德国是不是女权国家，或者外国男人也会有女权男。而且像林毛毛的这种例子其实并不少见，很多活跃的婚女权或者说有男性伴侣的这种泛女性主义者都是一样。比如这位，他写了自己返校、反国家、民族、宗教叙事的经历，写了他的成长、逃离和挣扎的过程，非常深刻，也非常真诚。其实我是很有共鸣、共情，也非常欣赏和佩服他的敏锐和勇气。但是每一次读到文章的后半段，看到他充满爱意，甚至是感恩的去写他的男性伴侣带给他的救赎感时，我就觉得很尴尬。就比如你看他在这说做噩梦啊，还有恐慌发作时抱着他安慰他啊，真的我对他所有这种共情共鸣就会全部消失，就眉头紧皱。我知道就所谓的被看见、被理解、被爱，这种是很好，可是如果是被男人这么做，我还是觉得这很难评。说到难评，我觉得还有一位就是海马星球，他在文章中播客里其实不止一次的去提到返校，包括他自己也认为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嘛，然后也做了很多活动，但是还是一样，就现役婚女的身份让他很分裂，看他的人也会很分裂。每次我觉得他快要把一个事情说透的时候，话锋一转，又开始爱男夸男，要反父权，不要反好男人。包括还有内网这些小红书啊、B 站啊什么的，就很多因为我称之为寸头全装姐啊，大喊的这种女性主义啊、我本位啊、大女主什么的，就跑去美美和男人恋爱结婚，甚至性解放约炮。即使表面上反抗了一下原生家庭和这种传统的价值观，但本质还是驴，而且还是那种最自以为是的免费娇妻驴。所谓醒了又没全醒，梦游的时候掉到坑里还觉得自己飞升了。那我们可不可以说，当更多的这种泛女性主义者把返校、反原生家庭的压迫和嫁去西方找到好男人、争取妻权履历、好待遇之类的东西联系在一起，是不是会严重误导新觉醒的女人，让她们也走上了一条充满陷阱的道路，还自以为清醒得力而不自知呢？当她们是年轻单女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这是受害者，但当她们成了现役婚女甚至男宝妈的时候，我们只能说受害者摇身一变，变成了建设者和维护者，甚至加害者。所有这些婚女女权吧，或者说不排男的女权，我承认她们是比最驴的那种驴会有进步，他们可能在跟男的关系或者家庭婚姻里面是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和自己认为的幸福感，但这些本质上都建立在男的不爆雷的这种运气基础上。说白了就是看男的愿不愿意赏赐或者庇护。本质上他们都是一边返校一边制造新校，造夫造妇，让女儿长大之后又要重新返校。原本在他们这一代就可以结束的这种压迫模式，他又给延续了一代，还一边谈心理成长疗愈，一边把情感和资源继续去浇灌和滋养男的，这怎么可能真的疗愈和成长呢？退一万步讲，就算他们是女宝妈，
他们从自己和女儿的角度上来说搞女权，但这难道不是运气好吗？就他正好生到女儿，如果他生的是男宝呢？或者以后他们生了男宝呢？还是屁股决定脑袋，成为坚定强大的男宝妈？说不定还会致力于让亲亲男宝成为一个女权男。我理解，从客观上来说，很多女人在父系男权社会和家庭里面受了巨大的伤害，所以对返校断亲也有巨大的需求和共鸣。但是这并不代表着她们真的觉醒了，因为她们革命革到一半就半途而废了，没有继续走向性别分离，只是选择了这种男权心理学式的治愈和放下，或者只是单纯的逃离以后，努力的擦亮眼，去找一个好男人来拯救和接纳自己。结果就是她离开了一个父系男权家庭，又新建了一个父系男权家庭，还以为这很女权。其实不光是自己在鬼打墙，还有意无意地模糊了女权的边界，严重误导了更多正在觉醒的女性。这才是最危险的，因为我并不关心一个博主到底生活的幸不幸福，说难听点，她真被老公打了，又关我什么事呢？但是如果她声量大，影响力大，那我就必须点出这种言论不女权，她也不是我们的盟友，而是父系男权的帮凶。多年前有一位姐妹曾经写过，废婚或者用现在的话来说，排男的女性实际上已经替未来的女儿返了校。通过返校和返男，她让父系男权在她这里一代而亡。她自己已经自由和解脱了，而她之后的女儿们更是轻松，因为没有爹就不需要杀爹，没有夫就不需要杀夫，没有校就不需要返校。他们天然完整自由，而无需反复斗争，多出来那么多资源和精力干什么不好？其实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一切，不仅仅是可以让自己在现生更加强大和自由，也可以让未来的女宝们不再出生和生活在这种父系男权的环境，这种匮乏的、危险的，需要一遍一遍重新觉醒、重新反抗、重新挣扎、重新治愈的环境。而我想，这也是我们自然女应该倡导的。我们谈返校，就不能仅仅只谈返校，而一定要谈返男，让父不存在，让男不存在，才能彻底的解脱，才是终极的答案。这就是我标题所说的，返校不返男，无限死循环，终究要完蛋。最后，我是四蜥蜴，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或者频道，欢迎点赞、关注、转发，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下你的观点或者感受。我们下期再见，拜拜。